冷战时，未婚夫只是说了一句不想结婚的气话，我就直接取消了半个月后的婚礼，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他还沉浸在冷战中。为了气我，他竟然在国庆休假时和白月光拍婚纱照发朋友圈，然而我只是点了个赞，他却以为我吃醋了，觉得这是自己赢了，一连发了10几条消息控诉我，只是帮他新开的影楼做宣传当模特，瞧你还当真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就是小肚鸡肠，心思不正，自己想多了还要闹事，虽然人家瑶瑶不计较你的过错，但你必须给人家道歉，否则下月的婚礼你一个人结去吧。他正得意洋洋，殊不知婚礼我早取消了。深夜故意满身酒气的回来，苏妍我回来了，快来给我换鞋。他把皮鞋一蹬，等着我给他弟弟脱鞋。每次冷战完，他都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，各种使唤我。我瞥了一眼，眼皮都没抬，继续打游戏。他吃着饺子走进客厅，手机砸在我前方的茶几上。你居然在打游戏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大家都在包厢里等着你来道歉，你倒好，为了个破游戏放我鸽子，害得我被灌了不少酒。我拿着平板平淡的回了句，手机在充电没注意到，故意晃着晕乎乎的脑袋，四处张望，看到远处桌子上倒扣着充电的手机，他挑眉躺下，揉着太阳穴，快去给我煮点醒酒汤，头疼死了。我没起身，再打团没空，你自己去点份外卖吧。故意的声音糊得拔高，怒极反笑，苏妍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还在生气？我和江瑶拍婚纱照的事对不对？我不是都解释清楚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解释什么的都是他一厢情愿，我懒得争吵，随口回道，我没有生气，你别多想。故意文言笔意的看了我一眼，翻出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对到我眼前，多想的人不一直都是你吗？你看，他真的是他拜托我帮忙的，当时我兄弟也在，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他。唯一眼没看，只点头，我知道。故意说江瑶只是他的女闺蜜，他们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我们一起看电影、约会时，他们打电话包，我们背对背睡觉，故意和他聊得咯咯直笑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拍给江瑶看，每日的行程也及时向他汇报。作为正牌女友的我，每次为这些琐事闹分手的时候，他总是拿出一堆证据甩我脸上，骂我的私安脏龌臭。这次也不例外，他都和江瑶甜蜜的拍了婚纱照，那眼底的温柔浓郁的都化不开了，还在狡辩说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甚至想着反过来指责我，逼着我向他们道歉。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。手里一局游戏打完，我没了兴致，将东西收好，拔了手机就准备去睡觉。故意目光一直注意着我，见我没去主卧，他想了想，施舍般的开口，客户的床太硬了，你今天晚上就回来睡吧。我摆手直接拒绝，不用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故意看到我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，他有些愕然，突然想到什么，便放宽了心，挑眉道，没事，我可以忍受你今天晚上无理取闹。听着他这傲慢的语气，我很无语。每次我因为江瑶的事情吵架时，他都以我无理取闹为由，将我赶到客房去睡，可是我根本不在意。我迈步走进客房，关上了房门，故意气得咬牙切齿，苏妍，你这次不来房间睡，以后就永远别来了。说吧，他砰一声关上房门。之前他每次发脾气把自己关会，我都会买上他爱吃的卤味，亲口房门哄着他消气，但这次我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觉。没一会儿，故意气得又打开了门，他叮叮当当的开始做饭，大半夜的搞起了卫生，他就是在故意搞动作，让我哄他，但我没反应，还睡得很舒服。第二天一起来，屋里乱七八糟的堆满了杂物，我也没管，只煮了一个人的早餐。等我吃完了，故意才顶着厚重的黑眼圈起床。他坐下正准备吃点东西，可面对的只有几个空盘子，故意一生气，只把车钥匙抢走了，摔门而出。我没当回事，背着包出门赶地铁。到了公司后，主管便找我谈话，告诉我有个外派的机会，就是离着特别远，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主管原本只是提一嘴，没想到我会答应。你不是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吗？外派这个事情要不要和故意商量下？我摇摇头不解了，我觉得单位挺好的，我们同在一个公司。主管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终于想通了，赶紧交接一下工作，尽快过去报道。我点点头，刚关上门，故意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他声音冷漠，听得像是不容置疑的命令。苏妍，我被追尾了，你来处理一下，我们恋爱多年，他一有什么事情就不分场合的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处理。上次他和江瑶一起吃饭，遇到了蛮横不讲理泼妇，直接把他工作电脑砸了。我听到消息后立刻放下工作，焦急的赶来，为了帮他讨押赔偿，我差点和人打了起来。结果就在事情快了结的时候，江瑶跳了出来打人场。我来说句公道话，妍姐出门在外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你呀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就不要计较人家的过失望。故意淡定的喝了口水，起身失望的看着我，好了，苏妍，电脑也没几个钱，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大家一致夸他们脾气好，很相配，而我却被骂成疯子。我忙着订机票，只是敷衍的回了句，你给保险公司打电话，或者你上抖音搜一下，实在不行让你万能的女闺蜜来帮忙。故意恼火的狂按喇叭，你故意的吧？还说没生气，在这等着跟我秋后算账呢。我不想多说，我真的在忙，他却不信，轻蔑的笑立上，你什么想法我还不清楚，都说了，我们只是闺蜜关系，你非要多想，我能怎么办？那头江瑶声音传来，假模假样的替我说话，他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，你别生气，我和他解释一下就好了。想来又是一阵，你误会了，你多心了之类的话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比他大3岁，为此在生活中我处处照顾他，家务我做，衣服我洗，
内外所有事情我一个人包揽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敌人遇事喊嘛，他遇到先喊的是我，身边人都羡慕他找了好女友，可他却说我独断专行，特霸道，不给他成长的机会，不如江瑶能让他感受到被依赖的滋味。既然如此，那慢慢互相依赖去吧。故意疯狂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开启静音模式，专心交接工作。同事们说着明天晚上给我半夜会送行，我推辞不过，便只能答应下来。今天很开心，便在路上买了2瓶啤酒，侧边往回赶。回到家里，屋里还是早上我出门的脏乱模样，故意请假在家都没想过要收拾一下。他闻到酒味，嫌弃的挥了挥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是故意躲着我的吧？躲着也不想回家做家务吧？可笑，不管下班多晚，家务活一直都是我在做，看哪来的脸说这些话。我没理会他，自审自话的斜进门。既然我不说话，他生了一会儿闷气，又开口质问道，我出车祸了，你为什么不来？要不是你昨天惹我生气，害得我没睡好觉，我怎么可能出事过？我淡淡的忙工作呢。故意撇嘴看着我，很不耐烦的说道，少找借口，你以前就算是工作再忙，也会请假赶来。我猜的没错，你果然还在为婚纱照的事情生气，我不是都解释清楚了吗？只是朋友间帮个忙吧，不能因为你没有朋友，就要我也断绝一切朋友吧？你怎么就不能学瑶瑶，把你身上这大女子主义的毛病改改？人家瑶瑶就很能体谅我这种热心肠的行为。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，我没怎么听，借口说自己头疼，要去洗澡睡觉了。他瞧我脸色确实不好，这才没有继续。我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走出，桌上放了一杯凉水，还有一盒布洛芬。故意这是在关心我呢，还是想送我早点走？他接了电话外放着，江瑶哼哼唧唧的声音传出，阿姨，我喝多了头好烫，你帮我买点布洛芬来吧。故意脸色一点严肃的呵斥，胡闹什么？喝了酒是不能碰布洛芬和头孢的，你别乱吃药，等着我马上就到。他领着包着急出门，和我碰了个正着，故意尴尬的看了我一眼，你不是头疼吗？吃了药就早点休息吧，我有点事出去一趟。听着房门关上的声音，我很无语，原来他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对我不上心，我也不在意。同时和我说订好的餐厅，正和他们聊了一会，故意的兄弟思月忽然发来一条视频，视频中故意忙前忙后的照顾着江瑶，甚至还双承接他的呕吐。没一话，思月发了一个尴尬的表情，不好意思，发错了，我知道这是故意惯用的手段，想要让我吃醋，然后主动低头去哄他。只是这一次他是算了，我翻了个身，没再理会，沉沉睡去。我一觉睡到中午才起，而故意一夜未归，我将东西打包好，快递直接寄过去。刚忙完，江瑶给我打电话，妍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昨天阿姨照顾了我一夜晚上，我请客吃饭和你解释清楚。不用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背上双肩包和同事赴约，刚到约好的饭店，就见故意和他那些朋友在大堂靠门口的那处吃饭，故意正在和江瑶喝酒杯酒。思月和一群男生起碰到，故意你干脆和江瑶在一起了。是啊，苏妍自私无情又冷漠，还总是板着脸，无趣极了，和江瑶在一起，你才是真的快乐。这些起哄的男生我都眼熟，当初为了能故意在一起，我天天给他们买咖啡，一连送了3个月。和故意在一起后，他说兄弟们有福同享，所以每次节日我不光要准备故意，他那些兄弟的一个也不能少，为了和他们打好关系，我都挑贵的买。可到头来，他们还是瞧不起我。故意思索有些犹豫，苏妍这个人毛病虽然多，但毕竟谈了那么多年，忽然说分开我也舍不得，再给我点时间吧。他的兄弟们脸色难看，七嘴八舌的开始说我坏话，故意非但不阻止，还带头胡编，也难怪他们不待见我。他们平时不和我接触，对我的认知都来自故意的口中，故意总是抹黑我，别人能对我有好印象才怪。身后忽然有人拍了下我肩膀，苏妍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方才还在谈笑风生的故意顿时愣住，他的好兄弟们尴尬的坐了下去，只是看向我的眼神依旧带着烟雾，故意有些不自然的看着我。这时江瑶走上前与故意十指相握，开玩笑般的说道，请客你不来，怎么还跟踪上了？你就这么信不过他吗？故意脸色顿时冷得下来，故作愤怒的说道，听到你想听的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不过他还是挣脱开江瑶的手，刻意的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思月心领神会，马上接话，苏妍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来了，故意逗你玩呢。其他兄弟也叽叽喳喳的开始说话，是啊，你怎么板着个脸，连个玩笑都开不起，怪不得阿姨嫌弃。我讥笑一声，并不打算理会他们，但同事李明却忍不住为我打抱不平，他才没有跟踪，妍姐要外派了，我们正给他办欢送会。原本冷傲的故意忽然紧张的站了起来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焦急，这件事情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刚要解释那天他请假，所以不知道。江瑶忽然叹气，肯定是你昨晚照顾我，他生气了，算了，为了你的幸福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做朋友了。故意还没说什么，他的兄弟们先跳脚了，苏妍你太过分了，难道就因为和你在一起，故意都不能有一些朋友了吗？昨天晚上我们都在，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故意说的没错，你这人就是爱玩吃醋。思月挑眉，你昨天不是都看了视频吗？江瑶都醉成那样了，还能干嘛？故意紧张的质问他发了什么。思月随口解释了几句，还把视频翻出来给他看，你看什么都没有吧？故意动了他一眼，急着跟我解释道，我是怕他乱吃药，所以才去帮忙的。如果你是为了这事，那我以后下班都按时回家就是。你把外派的活推了吧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异地恋伤感情，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回家关起门来好好谈。说完，他直接上手来抢我的背包，我直接躲开，
冷漠地看着他，东西我都寄走了，没什么好聊的，吃完这顿饭我就上车。对了，有件事也确实要跟你说一下，下月的婚礼我已经取消了，我们分手吧。顾意愣了一会儿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你别总拿分手当借口，有意思吗？他声音带着无奈，又一副委屈模样，说是不知道他做过什么，单看这场景，怕是连我都会认为是女方无理取闹，无视周围人异样的目光。我默默地朝着包厢走去，他以为我是在闹分手，可我每次都是认真的。第一次说分手，是我撞见他和江瑶互亲连家，我很生气地质问他，他却一副鄙夷的姿态看着我，这是外国人的贴面，你没出过国不懂就别瞎吵吵。第二次他们穿着情侣装，确认说是减肥装，怪罪我想多了。第三次他拿着我的钱给江瑶买新手机，被我发现，非但不心虚，还理直气壮地责怪我，你给我所有兄弟都买了礼物，为什么不给江瑶买？你是瞧不起她，还是带着偏见？看看她是我女闺蜜，以后你买礼物不带上她，我就自己给她。之后的多次都是类似的情况，但事情一次比一次过分。每次我发现他和江瑶亲密的举动而不爽时，他总居高临下的反指责我不懂事不提，加上他的朋友们总在一旁帮腔，说我老土，跟不上他们年轻人的新思想。我真的陷入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怀疑，分手没成，还被他们逼得道歉，可自己都这样，我真的很累，每天都在内耗。决定分手那天，我觉得呼吸更顺畅了，晚上也不再失眠了，见我半步都要迈入包厢了，故意急得上前拽住我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咱别闹了行吗？四月插着腰肌缝道，你以为你谁啊？我们故意甩了你还差不多，你自己性格多孤僻，你不清楚吗？怪不得没爸没妈没人要，要不是我家故意心善收留，你还能有家吗？同事们诧异的站起身，周围人数张耳朵打量我，我用力甩开故意的手，我是事实，过儿这件事情只跟故意说过，他们生而不雅，因此我童年极其凄惨，也一直渴望被爱，所以我才傻傻分不清楚故意对我的忽冷忽热是爱还是利用。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故意居然能把我的伤心是当笑话随处说，曾经贴心安慰我，让我狠狠动心的男孩，却在7年后化作一把刀，深深地捅在我的心口。故意见我脸色难看，狠狠地瞪了思月一眼，尴尬地跟我解释，苏妍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让他们理解你这样性格的来源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思月去跳脚了，故意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和他这种人废话什么，要分就分，追你的人都排到国外去，没了苏妍，你能过得更好。将摇手眼底的得意，又开始装老好人出来打圆场。4月，你少说2句，严谨不过是吃醋了，碰碰就好了，你再这样拱火，别真把人给吵散了。故意闻言恍然大悟，难得的妥协道，苏妍，那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面无表情，我没有生气，让一下，我只想去吃饭。他眉毛一挑，不耐烦的开口，好，以后我会和所有的异性保持距离，和我妈也不说话，行了吧？祖宗能别耍小性子了吗？我无语的摇着头，将他扒了开。苏妍，你非要我跪下给你磕头赔罪，才肯罢休吗？说着，故意情绪激动起来，膝带一弯，4月马上拦住了他，道什么歉了，这样的垃圾就让他走，离了你谁还能忍受他的土脾气？故意死死抓着我的手不松开，不行，苏妍，我们说好了一辈子不分胎的，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可以直说，别再赌气了。他拽着我衣服太用力，手指都泛白了，我一根根的把他的手指掰开，极其认真的说道，放手吧，故意，我没赌气，我买的今晚的车票和同事们吃完最后一顿饭就走，房子的密码你记得换，以后房租就要你自己付了，我都和房东说好了。故意终于发现我是认真的，他眼眶泛红，更不舍得放手了。苏妍，你不是说要和我结婚，照顾我一辈子？那时我是真心以为能走到最后，可他们7年，他爸妈都没松口答应结婚，对我的意见也很大，原本还以为我能靠着对故意的爱走到最后，可就连故意对我的态度也是1年比1年冷漠，这段感情早就破裂了，是我在苦苦维持着假象，而现在我一切都不稀罕了。我淡然道，曾经年少轻狂，你就当我没说过，你不要这个家了吗？故意眼泪大滴大滴的砸落在地，换做以前，我定会心疼的不行，帮他擦拭眼泪，然后什么错都抗下。可现在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只感受到肚子的饥饿。将摇装模作样的走到我面前，故意是真的爱你，你别这样对他，既然我的存在会影响你们的感情，那我走好了。以往我和故意吵架，江瑶都会出来说这句话，可事情过后，他非但不收敛，还越加过分。曾经我很厌烦他这种行为，但现在我巴不得他赶紧将故意带走，而一直无条件站在他那边的故意，这次却什么都没说，让所有人大失所望。江瑶的脸上血色褪去，思月没忍住，苦口婆心的上来劝说，故意你别上了苏妍的当，他这么做都是为了逼走江瑶耍的把戏。说完，他满脸鼻子的骂我是戏精。李明在旁边站了许久，终于忍不下去了，够了，故意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这么多年来，你耽误严谨事业不说，现在他正在上升期，你为什么还要拦着他？你就见不得他好吗？故意脸色一僵，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李明朗哼一声解释道，从公司业务生活琐事，你不管大事小事都给他打电话，他每次都请假，帮你大事就算了，连外卖不送上楼这种小事，你都要喊在工作的严节请假回去，帮你带上楼。就他这3天2头的请假，要不是业务能力强，早就被开了，可还是引起了领导的不满，压了他整整3年都没有升职。要不是换了新领导，发现他的能力突出，怎么会把这次机会让给他？
听着李明还要继续解释，我拉了拉他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今天是我们聚的日子，就别让他们扫兴了，本来时间就赶，我不想再多费口舌，思维不屑的轻恨，随叫随到不就是女朋友该做的吗？要不然要女朋友干嘛？苏妍自身问题那么大，根本就配不上我们顾意，拿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说有意思吗？顾意脸色一变，怒吼道，思约你闭嘴。苏妍没那么差劲，趁着他们内讧，我推荡着小李进了包厢，将房门一关，屋外安静了一阵子，我听到了顾意的怨恨声，一堆人上去安慰，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终于是将人都带走了。同事们也都一脸尴尬的看着我，对着刚才的便顾避而不谈，他们高举酒杯，祝我前程似锦，我将杯中酒意而尽，收下了大家的祝福，吃饱喝好。我背上包，准备往车站赶去，一打开门，顾意乖巧的站在门口等着，他尴尬的摸着头发，苏妍，你真的要走吗？我想送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叫了车，我摆手拒绝，顾意委屈的占着车钥匙，你就让我送送你吧，恋爱这么多年，就当做最后的了结。思约板着脸，还不同意等什么呢？故意为了送你，可是特意没喝酒，我挑眉并不相信，我刚来那块儿，他不是正和江瑶喝酒杯酒吗？顿时气氛再次尴尬起来，故意心虚的解释道，你想多了，那是我玩游戏输了，做的大冒险惩罚。其他兄弟眼睛一亮，急忙应和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他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并不在意他和谁喝了交杯酒，我反对的只是他要酒驾送我去车站这件事。默默的按下轿车按钮，我准备先去马路上候着，故意却急着抓起手机就要跟上。喝醉的江瑶忽然抬头提醒他，故意，你拿的是我手机，桌子上反正2个同款手机，连手机壳和屏保都是同一个，很明显就是情侣款，而曾经我也想过和故意搞个情侣款，可他却是我老套，现在不流行这些了。转头却和江瑶用的火热，故意尴尬的看着我，将他自己的手机收起，你别误会，这只是闺蜜款。然而他嘴上说的闺蜜款，我并没有在思月他们身上看到，我没说什么，抬步就走，因为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故意边追上来，边在包里掏着钥匙，掏了半天没捞到，越来越急。苏妍，我决定了，我辞职跟你走，我们去到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这个城市有他的家人和朋友，到处都有他成长的痕迹，却没想到有一天，他竟然也会为了跟随我，抛下舒适的圈子。若是在矛盾发生之前，我定会无比喜悦，可现在一切都晚了。其他人顿时变了脸色，江瑶也不再装醉酒了，